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我们每天都陪伴您。人过60，不管是否有存款，都要记住，人老留四物，子孙才会富。生命的旅程如同四季的轮回，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独特的色彩与韵味。而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旅程中，老去无疑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每个人都会老去，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保养，如何追求青春永驻，岁月的车轮总会无情地碾过我们的身体，留下痕迹。皮肤逐渐松弛，皱纹爬上额头，眼神中透露出岁月的沧桑。然而，老去并非只有消极的意义，它更是生命的一种馈赠，让我们有机会体验生命的丰富多彩，感受人生的酸甜苦辣。那么，当一个人渐渐的老去之后，该给子孙留下一些什么呢？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使人心焦急。在许多人眼中，金钱似乎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无论是对待家人还是外人，金钱似乎成了交流的唯一桥梁。更有一种观念认为，若老人未能为子孙留下丰厚的财富，便是无用之人。然而，这样的观念真的可取吗？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确实看到了许多老人为了子女的未来，倾尽所有，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他们深信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做牛马，选择依靠自己养老，让子女成年后也学会独立。两代人之间减少了过多的交集，却多了一份理解和尊重。然而，除了金钱，我们是否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金钱固然重要，但它并非万能。金钱至上，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束缚和负担。因此，当我们步入晚年，不论是否拥有存款，都应该牢记，人老留四物，子孙才会富。首先，留下高尚的品德，这是做人的底线和骨气。正如司马光家训所言，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一个家庭中，若出现品行不端的老人，必将给家庭带来无尽的灾祸。这样的老人不仅会让子孙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失去合作与发展的机会，更会在家中制造矛盾与纷争。因此，老人应该时刻坚守道德底线，善始善终，为子孙树立榜样。其次，留下赚钱的方法，这是致富的根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子孙留下再多的存款和房产，也无济于事。若子孙不知如何赚钱，如何守财，那么这些财富终将化为乌有。因此，老人应该将赚钱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子孙，让他们学会独立谋生，创造财富。这样，家庭的财富才能源源不断的涌现，为子孙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留下健康的身体，这是全家的福气。一个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家庭幸福的基石。老人应该注重身体健康，通过锻炼和定期体检来保持健康状态。同时，也要保持一颗健康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这样在晚年时才能享受天伦之乐，为子孙创造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环境。最后，留下孝悌二字，这是家庭的喜气。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家庭和睦的基石。老人应该以身作则，孝顺长辈，关爱兄弟姐妹，为子孙树立榜样。同时，也要教育子孙懂得孝顺和尊重长辈，关爱兄弟姐妹，让家庭的温暖和亲情得以传承。
总之，相对于金钱，高尚的品德、赚钱的方法、健康的身体和孝悌的美德更加贵重。我们应该在晚年时多为子孙考虑，留下这些富贵的精神财富，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为子孙创造一个更……我75岁独自住了一次院后，让我发现不依靠儿女的晚年生活有多爽。人的一生到底要怎么做，老了才能活得自在？很多人都觉得年轻时多挣钱，多生养几个孩子，这样老了就可以活得很自在，因为养儿防老，儿女多养老就不愁，而手里有钱，养老就无忧了。可往往人老了才会发现，手里有钱时是真的可以养老无忧，而儿女多却未必可以养老不愁。75岁的罗阿姨生育了2儿2女，觉得自己有这么多儿女，老了肯定会过得很幸福自在。可在慢慢变老的路上，儿女的种种行为却让她感到失望和心寒。去年生病时，独自去住了一次院后，让她发现其实不用依靠儿女的晚年生活才是最爽的。来自罗阿姨的自述：我70年结婚的，很庆幸赶在计划生育前生了2儿2女，共4个孩子。生完老4的时候，就刚好严抓计划生育，很多晚婚晚育或者生完1胎还没来得及要2胎的，都十分后悔。而我和老伴呢，却暗暗自喜。我更是觉得养育4个孩子，以后老了是不用为养老发愁的，就算女儿都嫁人不管事，我也还有2个儿子。所谓养儿防老，儿子始终是家族传承、养老的绝对依靠。年轻时以4个儿女为骄傲，可渐渐变老的路上，4个儿女却让我很失望。我和老伴都是单位，家庭条件还不错，所以4个儿女都被我们培养得很出息，2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而2个女儿也纷纷读了高中。但随着他们出息了，就一个个离开我的身边，4个儿女，2个儿子和1个小女儿都去了省城工作。唯一认为比较懂事的大女儿却早早嫁人，还嫁了我们不看好的婆家。我43岁的时候，家里就空荡荡的，只剩夫妻2人。也是从那时候开始，4个儿女就很少再团圆过。每次过年过节，不是他不回，就是他不回，不是他有事，就是他走不开。后来他们都纷纷在外安了家，有了小家庭，我们这个老家就更不回来了。除了我们老2口挨个过去找他们，不然都盼不到他们回家。不过我和老伴除了孤独了点，但还是有一件事是挺高兴的，就是我们不用带娃。4个儿女结婚生子比较早，我们夫妻俩除了出了点钱给2个儿子买房子以外，他们养娃带娃的事情都没让我们操心，因为我们夫妻俩还在单位工作，不可能放下工作跑大老远去伺候他们，所以孙辈几乎都是他们自己带，或者亲家带大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帮儿女的缘故，还是他们本身就心野了，忘本了，越长大越不关心我们。过去我和老伴生病住院，都是2个人互相伺候着，无论大病还是小病，几乎都是我们自己解决。想要依靠儿女，就像盼彩票中奖似的，得靠运气和看儿女心情。我们夫妻俩都身处单位，看病治疗那些都花销不大，还年轻时有个疾病也不会发慌，医疗费不用愁，就夫妻俩互相帮着伺候好对方就行，所以用到儿女的地方也不大，而我们也就这么坚强地走过了很多年。10年前老伴因病去世，只剩我一个人生活后，我才开始有点慌了。儿女没一个人提出把我接到身边，就让我保持原样一个生活。那时候开始，我很怕生病，每天都为了自己健康，这借口一下，那又锻炼一下。可人吃五谷，就算再怎么保养，
终究难逃身体衰弱、疾病缠身。步入70大关后，我就陆续出现了很多毛病，什么关节炎、高血压、心脏问题等等，刷刷的在我身上爆发。为了自己过得自在，我每天除了吃饭喝水，就是吃药和吃保健品续命。那个时候，儿女都还有点良心，会关心一下我的身体，偶尔也会回来看望我。但就是没有人可以一直陪伴我，我真有啥事时也依靠不了他们。去年夏天，我需要做个手术，虽然手术很小，但对于我这样的七旬老人，还是有点风险的。术后还需要留院观察4-5天，所以医院要求我需要有人陪护。当时情况也很特殊，疫情期间只能一个陪护，我就想着让3个住在省城的儿女轮流过来伺候一下。可得到的回复却是他们没一个能来。2个儿子说要上班，请不了假，而2个儿媳呢，一个说孩子上高中要看着，一个说身体不好。当我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小女儿身上的时候，她却跟我说她没空，叫老家已经下岗的大女儿过来伺候我。对于大女儿，我是从一开始就没期望过她，因为4个儿女中，她家离我最近，但却比其他儿女还要少回来看望我。平时除了跟我要钱或需要我帮忙，她才会有联系。所以我后来想了想，就没打算麻烦儿女们。我知道即使我强迫他们来伺候，最终我也得不到好果子的。因为住进医院还要排2天的手术，我就一个人先住了进去，等到手术前，我再托护士帮我找个护工。当时我被安排到一个4人间的病房，里面住着3位病友，都是跟我一样的病况，但就我是一个人单独住院的。2个年轻妇女，大概30多岁的，人家是白天父母陪着，晚上老公守着。另外一个比我小点的50多岁的老妹，她更是幸福，白天2个女儿轮流陪护，晚上就儿媳跟丈夫轮着守夜。时常不知是做儿子的还是做女婿的，还会送饭送鸡汤过来，真的让我很是羡慕。隔壁床老妹的丈夫很好奇地聊起我，大姐，你可真牛，心态也很好，一个人住院做手术，哪像我家老婆子，还要我们一大家子陪着，更要人家前前后后开导心情。当时他的话不知是夸赞还是一种可怜我的同情，让我不知怎么回答，也不能说我有4个儿女，一个都不来照顾我吧。所以我犹豫了片刻，装得很骄傲似的说，其实也还好，就是我是一个人偷偷来做手术的，不想让家人替我担心。再说这种手术也没大风险，没啥好担心的。说完这番话，我内心真的有一种自欺欺人的难过，哪有那么伟大，都只是故作坚强罢了。手术那天，护士给我找了个护工，一天200元，他的工作也不大，就是我手术后需要有人看护下，还有平时看看针水，帮忙擦拭手术刀口，帮我打打饭，买东西，就这么简单。所以术后第3天，我伤口基本没啥事，自己可以活动了，就辞了护工，自己一个人住院。其实我不是稀罕那个钱，只是觉得我请了护工也白请，人家也不是我的儿女，更不是我的亲戚，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每天四目相对的，又没啥好聊的，就觉得这样氛围很尴尬。而且我看到同个病房其他3个病友，他们要家人这么轮番照顾的，也挺多余的。又不是什么大手术，而且本身自己又能自理，让家人这么折腾，耽误家人正常工作和生活，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好的感受。毕竟手术好与坏都全看医生的水平，家里人来再多都是多余的，甚至还会影响一些家人的不满。隔壁床老妹的儿媳就这样小声地跟我抱怨过，大妈，还是你比较开明，一个人来看病住院，不像我婆婆
这么点事，要我们一大家子大动干戈，请假又伺候的。听到这位做儿媳的抱怨，让我不由得猜想，如果我叫儿女来伺候我，也许也会像他一样抱怨吧。毕竟平时儿女都不怎么关心我，我一病就要他们请假，在医院一天陪到晚，肯定会嫌弃的要死。所以最后想了想，一个人住院其实也还挺好的，清静又没有那么多是非。当时我住院了8天，一箩筐费用花了3万多，但医保报销后，我自费才2600多，另外4天的护工费，8天的吃喝，总共才花了我4000不到。这花销对于一个月6800退休金的我也绰绰有余。所以出院后，我就给自己的晚年做了一个规划，我打算余生就靠自己养老，不再期望儿女能怎么孝顺赡养我了。感觉期望多了，还更容易伤心。而不再依靠儿女的晚年生活，我还觉得挺爽的，因为我不用再盼星星盼月亮的希望儿女了。家里有啥事情，我都是要么花钱请人，要么就让物业帮忙。至于老到不能自理了，我也想过，干脆把房子卖了，带着所有钱去养老院，或者请个保姆回老家生活。我找人估算了下，我这老房子虽然比较旧，但地处市区，100多平也能卖个100来万。而我手里还有30来万存款，每个月有6800多退休金，这加起来，不管我选择养老院养老，还是请保姆养老，都可以让我的余生活得足够逍遥和自在。很奇怪的是，自从我选择靠自己养老这快1年里，我对儿女减少了联系，有事也不找他们后，他们反倒担心起了我。甚至过年的时候，我通过几个亲戚放出来自己打算卖房去养老院的消息后，他们更是一个个活跃了很多，隔3差5会主动来电话，过节也会回来看望我了。不过他们回来也是带着企图心的，一个个都是来打探我的财产和房子，一个个都想从我身上耗点利益。但我就是避而不谈，看着他们为了我这点钱，开始不停地回来巴结我，而自己一把年纪了，吃喝不愁，养老无忧，余生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我真的觉得这种自在感很爽。其实78岁大爷，退休金上万，但我一分都不会给儿女花，晚年养老靠自己。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父母者在对待儿女问题上面，实话实说，那可真的就是没得说。父母为了儿女，可以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相信我们很多人就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除了父母，没有人是真心对你好。这句话就足以证明，为人父母对儿女真心实意的好，就绝非只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这点相信我们很多儿女也都能时刻的体会得到。当然，为人父母的伟大之处，也都统统融会贯通于父母对儿女各种各样的爱当中。但是，父母对于儿女各种各样的爱，也应该是建立在儿女是一个懂得感恩和知道回报的这个基础之上才对，而不是说儿女明明各个方面就都做得不好，甚至于就是儿女处处惹父母伤心和生气等，那么我们的父母就依然还要对儿女去好。这种做法显然是非常错误和郁闷的。这不，我们78岁的武大爷就坦言，虽然我现在有上万退休金，但是我1分钱都不会给儿女花，不是我小气，只因儿女的一番举动让我觉得我的晚年养老只能靠自己。那么在武大爷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自诉人78岁的武大爷，我叫武新辉，今年已经78岁了。我早在20岁的时候就参加工作了，由于我的工龄比较长，再加上一直以来我从事的都是比较特殊的工种，因此退休之后的我，现在每月的退休金和各种福利加起来，
就有上万块钱。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退休金很高，我身边老人最高的退休金也就只有7000块钱。这还不算什么，由于一直以来我和老伴的生活都比较的节俭，因此我们俩就把自己平时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积蓄拿出来买了2套房子，一套90平米我和老伴2个人住，而另外一套130平米的房子我们则把它出租给别人居住。这样的话，我们每年就还有4万多块钱的房租收入。虽然说现在的我不差钱，但即便如此，我现在就是1分1厘都不想拿出来给自己的一对儿女去花，甚至于就是其他人还经常劝我说，我要是不拿钱给自己的儿女花的话，将来我的一对儿女肯定就会给管我和为我来养老。可我依然都不为所动。有人说我无情、守财奴等等，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这中间其实另有隐情。我和老伴这辈子一共孕育了1儿1女2个儿女，虽然说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孩子，可是在一对儿女的教育问题上面，我却从来都没有娇生惯养和溺爱过他们俩，因为我很早就知道，如果我这么做了，将来肯定就会把他们俩给害了。或许是我教育有方的缘故，也或许是一对儿女天生就爱学习的缘故，之后他们俩就都相继考上了好大学。再后来，像这个找工作和结婚成家等等这样的大事，他们俩也都进行得很顺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和老伴也没少帮助过他们2个。儿子结婚，他的婚房首付款30万，是我和老伴2个人给掏的。女儿嫁人，女婿家境不好，我和老伴就也拿出30万块钱给他交婚房的首付款。当然这还不算，再后来儿子和女儿就都相继有了孩子。由于我老伴早在50岁的时候就退休了，因此原本退休在家的老伴就又主动承担起了给他们俩看孩子的重任。为此老伴也是受了不少的罪，直到孩子们上学之后，我老伴才得以真正的解脱。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自认为自己和老伴在对待一对儿女的问题上面，我们俩虽然不能说自己做的就有多么的好，但我觉得我们俩至少可以说是问心无愧，也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点我敢拍着胸脯保证。虽然说对一对儿女各种各样的好，我们俩就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得到过他们的任何回报，我们俩就只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俩就很知足了。可关键问题就是，就连这点他们都没有做到。平时家里就我和老伴2个人，即便是节假日什么的，我们都看不见一对儿女的身影。不是他们俩工作忙，也不是他们根本抽不出时间来回家看望我们，而是因为他们俩的心里压根就没有我们，除非他们俩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忙，或者是他们俩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了，我们才能看见他们俩。俨然一直以来在他们俩的心目当中，我和老伴就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罢了。8年前，我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而入院接受治疗，虽然说住院的一切费用我独自一人就能完全承担，毕竟咱有这个条件，但我更多时候就还是希望我的一对儿女哪怕能够轮流来医院陪伴我一下就行了。可我的这一简单的愿望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儿子和女儿就只在我做手术那天短暂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他们俩就急匆匆地走了。当时我还正在手术台上，我的手术还没有做完。而在我做完手术之后2个月的时间里面，就一直是我的老伴在我身边陪伴我和照顾我，2个儿女则是对我彻底的不管不问，就像是从人间消失了一样。而最让我痛心疾首的事情，则是3年前，我的老伴生命垂危，当时老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他就一遍遍地问我，一对儿女怎么还不回来？当时我就对老伴说，路上堵车，一对女儿正在往这里赶，
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挺住。只是老伴却最终没有坚持到，亲眼看见一对儿女，他就去世了。当时老伴去世之后，我就非常的生气和难受，在联想到之前一对儿女的所作所为，我就真的是对他们俩彻底的失望透顶。至此，我的心里也慢慢有了其他一些想法。那么，在料理完老伴的后事没多久，我的一对儿女竟然主动一反常态的拿着大包小包的礼品来看望我。当时他们俩的一番反常举动，让我第一感觉就是，他们俩今天竟然主动上门，肯定没什么好事。果不其然，儿子和女儿两人就都纷纷抢着要带我走，说以后由他们来给我养老，甚至于他们两个人为了到底由谁来给我养老这一问题，差点就是动起手里。我怎么都没想到，已经快80岁的我，一个糟老头子，现在竟然成为了一个香饽饽，居然被他们俩争抢着要。可是我的心里却非常的清楚，看似他们俩是在抢着为我来养老，倒还不如说他们俩是抢着要我身后的财产更为实际一些。毕竟我现在不仅每月有上万块钱的退休金，而且我名下还有2套房产，要不然的话，他们俩现在会抢着为我来养老吗？这个我还是能看出来的。于是我就让他们俩马上给我出去，可是他们俩却没有这么做，而是非要让我选择，看我以后到底跟谁一起居住养老，并且他们俩还在我面前就是依然对我进行各种各样的许诺。看着他们俩在我面前如此演戏，我心中的一股无名之火马上就起来了。我直接就是连推带赶的把他们俩赶出了家门，同时我还把他们拿来的礼品顺势扔出了门外。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人到晚年的我，又何尝不想让一对儿女来给我养老呢？而且儿女来给我养老的诸多益处，我又何尝不清楚？可是现在现实问题却是，就我这一对儿女平时的所作所为，你们觉得他们俩以后会尽心尽力、一心一意的为我来养老吗？我估计一旦我身后的财产什么的就都被他们俩得到之后，那么我马上就会被他们俩赶出家门，因为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他们还留着我干嘛？因此，有上万退休金的我，现在就是1分1毫我都不会给自己的儿女花的。我就算花不完，我也要把它给存起来，将来我万一不能动弹了，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花大价钱，哪怕是倾其所有，我可以去最好的养老院，或者是雇请最好的保姆来照顾我。届时我的晚年生活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反正我那一对不良子女，我是肯定不会去指望他们了，关键是他们也指望不上，难道不是吗？小微结语。虽然说武大爷对于自己将来以后的晚年生活做好了充足的安排和打算，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他是不会让自己的一对儿女来给自己养老，而是去养老院或者是雇请保姆等来给自己养老。可是我们大家的心里面却都非常的清楚，武大爷的心里就是比任何人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的一对儿女能够给他来养老，而且他也想把自己身后的财产什么的就都分给自己的一对儿女。可是一对不良儿女平时的所作所为，就真的是让他伤心欲绝，他在万般无奈之下就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说，作为我们的老人来讲的话，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老人的心里面都要有这么一种清醒和正确的认识，那就是如果说一直以来我们的儿女等人就都对我们老人非常的孝顺，将来靠儿女来给我们老人养老是完全可以靠得上的，那么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老人就可以把自己身后的财产什么的悉数分给自己的子女。但倘若反之的话，我们的老人就一定要牢牢地守住自己手里的钱财，万不可就此轻易地把自己身后的财产什么的就都给自己的儿女等人，而唯有这么做，我们87岁老人
存钱养老不靠谱，老伴走了，晚年也得到了惨重的报应。老人的晚年生活到底要怎么过才能过得幸福呢？对于这个问题，一直都无法整明白，到底是依靠儿女养老好，还是依靠自己养老比较好呢？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有说儿女不好的，也有说儿女好的，可是正确的说法真的不知道应该听谁的。不过大部分老人还是认为依靠子女还不如依靠自己来得快，毕竟现在很多儿女都是不孝顺的，儿女眼里就只能钱，如果老人没有钱，没有可利用之处，就会被儿女一脚踢开，这也导致了老人在晚年的时候一分都没有，儿女对自己也不管不顾，到那个时候一个自惨。还有一种老人是比较聪明的，在没有晚年来临之前，就给自己提前准备了一笔养老钱，以防万一。可是老人真的就能很好的养老了吗？我并不这么认为，虽然说自己手里有钱，任何时候都好使，可是在儿女需要帮助的时候，却选择不理会，让儿女自生自灭的话，到了晚年的时候，即使存有再多的钱，也挽回不了亲情，也导致自己的晚年过得不幸福。下面这位冯大爷对此事就有很大的见解，他说，靠自己养老一点都不靠谱，老伴走后，我的生活苦不堪言，这一切我谁都不怨，只怪我自己活该，真是后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冯大爷的故事吧。自述人：冯大爷87岁。我今年87岁，我记得在我没有遇到我老伴之前，我的生活都是过得很苦很苦，后来也是娶了老伴之后，我的生活才慢慢好了起来，因为我老伴是一位贤妻良母，这些年如果没有老伴的话，我真的不敢想我这辈子是有多穷。在我刚出来工作那会，3天2头都吃不上肉，也没有多余的钱买衣服，2套衣服就穿了一个季节。当时也是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的工资才有几千块钱，想要养活一个家是很难的。好在我老伴理解我，并不是看重钱跟我在一起的，而是看中了我这个人。我很庆幸我老伴选择了我，才有了我们之后的生活。现在我们2人也退休了，2人的退休金加起来都有上万块，对于我们2人来说是足够晚年养老的。而且我的儿女也成家立业了，不需要我们操心什么了。可是按道理，我们退休金这么高，晚年应该会过得很幸福才对。可是想错了，我的晚年生活过得非常痛苦，一点都不开心。我的儿子一直对我都有很大的意见，他一直认为我的钱都给了女儿，所以还说我偏心，所以他很不喜欢我。其实我谁都没有偏袒，我也没有给钱女儿，我是把这些钱都存了起来，因为我觉得靠儿女还不如靠自己来得快，而且我也不想他们因为我的退休金争得你死我活的，所以谁都没有给。既然他们都成家了，那么就应该依靠自己，而不是靠我们二老。我们的钱是我们的，他们想要就自己赚去，我们没有义务一直养着他们。而且在他们生了孩子之后，我们也没有去帮他们照顾孩子，我们都辛苦了大半辈子了，也为他们操心了大半辈子，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难道不应该好好享受生活吗？如果我们还要去帮他们照顾孩子的话，那退休有什么用？照顾孩子比上班还要累，那我还不如上班，还退休做什么呢？所以我们2人是一个也不帮忙的，让他们一家想办法。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狠心之后，他们2人对我们怀恨在心，连家也不怎么回来了。但是我们并不在意，也无所谓，回不回都没事，反正有老伴陪着我，而且我们还有退休金，也不用依靠他们养老，也不指望他们。有了退休金之后，我跟老伴每天都出去旅游，把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地方，我都跟老伴去享受了个遍。
我们之所以这么任性消费，可能也是因为以前的生活太苦了，所以现在有能力了，必须要补偿回来了。趁自己还年轻，一定要好好享受。在我们出去玩的这段时间，他们给我们打电话借钱或者寻找帮助的时候，我们直接就是拒绝，而且儿子还说他的压力很大，希望我们能帮助一下，带一下孩子也好，让儿媳出去工作，这样能够减轻一下家庭压力。但是我跟老伴一点都不想那么累，于是果断拒绝了，让他们想办法。然而我儿子说，你们不想出力也可以，好歹也出点钱吧，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先，以后再还给你。不管儿子怎么求我都没有答应。我们现在都过得那么开心，晚年也不需要他们帮助，所以也没有必要去讨好他们。于是我也没有理会，继续玩我们的。他们因为我们的拒绝之后气得半死，特别是他们累死累活为这个家的时候，我们却在外面潇洒，更加生气了。但是他们也不敢拿我们该怎么办，毕竟他们没有给钱我们养老，所以也只能吃哑巴亏了，对我们的怨恨也是越积越深。我身边的朋友很羡慕我们两人的晚年生活过得那么好，不需要帮助儿子女儿，也不用带孩子，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他们为了孩子忙前忙后，累得半死，也得不到儿女的一句感谢，所以他们十分羡慕我们这样的生活。我当时还觉得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不依靠他们就算最合理的，不然有的累了。然而有一次我儿子又给我打来了电话，说他老婆身体不好，想让老伴过去帮忙照顾一下孙子孙女，也不需要太久，半个月就行。当时老伴也心软了，也想着要过去，可是被我说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去，如果你去了这次就会有无数次，等下一次他有事了还是会让你过去帮忙的，所以还不如现在就拒绝，这样他就不会再叫你的了。老伴听完之后也觉得我说的挺有道理的，于是果断拒绝了。而这一次儿子更是生气了，直接对着我们就骂道，你们这样做以后别让我给你养老，你们简直就是不配做我的父母，人家的父母是出钱又出力，而你们呢，却想着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以后别后悔。我压根就不后悔，而且也觉得儿子说的话太难听了，明明是我们生他们出来了，而且也把他们养这么大，也算是对得起他们了，现在不帮他们就说我们狠心，不配做他们的父母，太伤人了。于是就这样，我们因为此事吵了很久，后来儿女直接就是跟我们断绝了关系。我们也无所谓，反正有退休金还有房子，晚年压根就不依靠他们，我们也过得很幸福。可是很快就有报应了，老伴查出了乳腺癌，而且还是中期了，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给他治疗，而我身体也不是很好，也不能长时间的陪伴老伴，而且我们的养老钱也花得七七八八了，再这样下去会一分都没有了。于是我给儿女打电话，让他们来看望他们的母亲，或者给点钱也行，但是一个两个都说不关他们的事，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本来我们的钱都是存着养老的，可是经过老伴这件事情后，一分都不剩了，而且儿女对我们也是撒手不管我们的死活，最终老伴还是离开了我，而我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每天都精神崩溃，不是这边痛就是那边痛的，非常的难受，还得每天去打点滴，手里也没有钱，想让儿女给我养老，他们也不愿意，我把他们给骂了一顿，说他们没有良心，好歹没有我，也没有他们的存在，怎么就做到如此绝情呢？而我儿女听到我这么说之后，直接就大骂道，你忘记了以前你是怎么对我们的吗？在我们有求于你的时候，你直接就是不理会，让我们累死累活，现在你生病了，你就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给你养老了，凭什么？你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你活该，不怪我们。
说完，他们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后面的日子里也一次都没有回来看望过我，让我自生自灭。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明白了亲情的重要性，就算钱再多，最终也会花没了。然而一旦亲情没有了，那真的就是没了，也回不去了。所以希望晚年需要养老的老人千万不要有我这样的想法，不然会后悔一辈子。对待儿女千万不能太绝情，不然晚年生活就会像我一样痛苦不堪。现在的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也不敢奢求儿女的照顾，每天都去一个人苦熬着，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熬到什么时候，心里无尽的后悔自己当初的做法。虽然有钱固然重要，但是亲情更加重要，既要有钱又要亲情才是重中之重。七旬老人感慨，人到晚年宁可出钱请保姆，也不去儿子家养老。小时候父母是儿女的依赖，倾其所有只为给儿女带来更好的生活。长大了，父母成了儿女的靠山，不遗余力帮着儿女成家带孩子，而不图回报。要说期待，或许就是等到年老，儿女能够反哺自己，这才有了世人耳熟能详的那句佳话：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然而在生活中，无私奉献的父母比比皆是，不为父母晚年考虑，一味索取的子女却越来越多，让一段佳话渐渐成了笑话。就像73岁的网友徐大爷，原本到了儿孙绕膝，享受晚年的年龄，却宁可出钱请保姆，也不去儿子家养老。究竟发生了什么？来看看他的故事。我今年73岁，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在外地安了家，每年回不来几趟。儿子晚婚，小家离我不远，开车不到半个小时。往前推10年，我经历了人生的3件大事：退休，老伴走了，儿媳生了孙子。按说我这个岁数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了，可思念是不经意间的习惯，面对老伴的离去，整整2年都活在悲痛之中，心里难受就往医院跑，查了一大圈，各项指标都正常，但就是感觉不得劲。老伴在世的时候，从来没为柴米油盐犯过愁，一个人过日子了，就连打扫卫生都觉得是件难事。儿媳在家休整了1年，准备回去上班，儿子跟我商量能不能帮忙带带孩子，这可把我难住了。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周到，别说1岁大的孙子了，万一要是帮了倒忙，惹儿媳不高兴，那就得不偿失了。经不住儿子的再三恳求，本着尽力而为的心态，开始了带孙子的生活。起初手忙脚乱，哭了就冲奶粉喝，结果不是热了就是凉了，弄得孙子总是闹肚子。后来儿媳专门买了一个恒温加热的奶瓶，教会我使用方法，让我定时定点来喂就行。男人带孩子总归不如女人细致，有好几次想打退堂鼓，可看着儿子和儿媳一副信任的样子，我又于心不忍，就这样跌跌撞撞，算是把孙子带到了上幼儿园。本以为熬到了头，可以回家消停的过日子，但儿媳不赞成，说工作太忙，又经常加班，赶不及接送孩子，非劝我这个老头把孙子带到小学。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在儿子家这几年，我的退休金几乎没剩下过，家里的日常开销，孙子的零食玩具，托费都是我出的。这还不算，儿子和儿媳还惦记我手里的那点养老钱。有一次他们和我商量，让我把老房子卖了，再添点钱买一套学区房，这样既能让孙子就读理想的学校，受到好的教育，又方便我接送孙子上下学，省得赶上阴天下雨，一老一小的出行不安全。有所求的时候，漂亮话谁都会说，儿子和儿媳的这点小心思，我还是能猜到8、9分的。我没有答应，毕竟在儿子家居住不是长久之计，
将来养老能不能指望儿子还两说，所以坚决要留着自己的房子。儿媳没能如愿以偿，一直对我有看法，不是拿话挤兑我，就是跟娘家人编排我。好几次打电话我都听见了，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说起别人家的老人是如何助子女一臂之力的。我出钱出力帮着带孙子，反倒弄得一身泥巴。作为公公，我又不好把话说得太直接，经常一个人生闷气，早就戒掉的烟又捡起来了。孙子上学后，我给儿子打了声招呼，不等他送我，就叫了辆出租车回了家，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隔了1年，我病了一场，体力和精力大不如从前。儿子以工作和家庭脱不开身为由，劝我请个保姆，女儿让我过去跟着他养老。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的家里好，于是托人找了一个各方面还算靠谱的保姆，每天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每个月4天假，我给他3000块钱。保姆58岁，说起来也是个苦命的人，家在乡下，早年离异，独自把儿子拉扯结婚。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压力，自己的退休金都拿出来帮儿子还房贷，自己出来挣钱养活自己。保姆不但烧得一手好菜，还很勤快，家里打扫得井井有条，闲下来还能陪我聊聊天，溜溜弯。老人就是这样，健康是随着心情的，心情好，状态就好。儿子看我恢复的差不多了，就想打发保姆走人。好不容易有个合适的人照顾我，愿意陪我解闷，我自然不会同意。再说了，又没要儿子出钱，轮不到他替我做主。儿媳笃定我是找老伴，而不是请保姆，还出口伤人，说我不着调，不正经，非要把我接回去住，还说我老糊涂，1年36000白白浪费了，把退休金交给他，总好过给外人。当时我气得直拍桌子，我很清醒，也能出得起钱，用不着你们教我，保姆留下，你们走。虽然劝退了儿子，但他和儿媳还是经常往我这跑，比以往不知道勤快了多少倍。但我心里清楚，他们嘴上说为我好，其实就是惦记我手里这俩钱。每个月将近6000块的退休金，除去保姆的工钱，剩下的足够我们生活。一转眼跟保姆生活了3年有余了，人虽然越来越显老了，但却过得充实快乐。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腿脚好的时候有保姆照顾就行，等到不能自理了，就卖掉房子，住到养老院，压根不指望儿子给我养老。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反过来了，成了养老防儿。儿子不中用，还和儿媳合伙算计我。不过自从女儿出面劝过儿子以后，他很少带着儿媳过来闹了。女儿说了，只要我开心，无论是跟着儿子养老，还是和保姆搭伙过日子，她都赞成。我也强调了自己的心意，宁可出钱请保姆，也不去儿子家养老。作为年轻人，适当依靠家里的资源无可厚非，若是心态散漫，只知道索取，不懂得回报，一门心思的依赖老人，到头来不但打不开养家的局面，还会影响老人晚年生活的质量。正所谓白头到老是夫妻，从芳华到白发，举案齐眉一辈子，是人人羡慕而又追求的。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不会以人的意志发生改变。老伴没了，活着的那个一定很伤心，就当为了那份刻骨铭心的爱，也要活成更好的自己。发生的已经改变不了，但新的明天还没有开始，不如抓住生命的小尾巴，活出夕阳一般的灿烂。只要对晚年生活充满向往，看好自己的钱袋子，那么退休大妈宁愿出钱请保姆，也不帮儿子带娃，12年后他就后悔了。说起带娃，在以前我们很多老人都特别主动地帮子女带娃，
不管是亲孙还是外孙，只要一出生，那些闲着的老人都会迫不及待地去帮忙带娃，甚至有些老人还在上班，都会放下工作去带娃。在那些老人心里，也一直觉得老人帮子女带娃就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也是经营家庭、关心子女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帮忙带好的孙子，自己才不会闲着，也不会遭儿女抱怨，老了也才能得到更多孝顺。然而，当下很多老人的心态却变了，一个个都不喜欢带娃，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不错的老人，早早退休了，也不会主动去帮子女带娃，而是选择花钱了事，通过经济上的支持来推卸帮子女带娃的任务。虽然说钱是个好东西，也可以花钱买到很多服务，但是在一些事实上，钱是很难解决亲情之间很多事情的。一位63岁的退休老人陆大妈就是如此，当年退休后，孙子刚好出生，可她却宁愿出钱给儿子请保姆，也不帮忙带娃。本以为花钱了事，也算是一种很和谐的解决办法，谁知12年后的今天，她却后悔了。陆大妈今年63岁，是一个经济条件和家庭条件都很不错的老人。以前和老伴都是在国企单位工作的，工资收入很高，早早就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唯一的儿子也培养得十分有出息，考到名牌大学，娶到了漂亮媳妇。但是这么好的条件也是有遗憾的，那就是陆大妈的老伴在陆大妈快退休的前1年就因意外去世，最终只剩陆大妈一个人独居生活。不过老伴走了，却给陆大妈留下了30多万存款、房子和车子，所以陆大妈的独居后的生活也不会太差。一般像陆大妈这样的单身老人，退休后肯定要去跟随儿子生活，毕竟这世上就只剩儿子这么一个亲人。可是陆大妈却很反常，退休后就留在家里生活，每天吃饱了就去唱歌跳舞，或者去旅行，尽管儿子怎么邀请，她都不去同住。甚至退休第2年，儿媳给他们家生了个大胖孙子，陆大妈都只是去小住了几天，然后就回自己家去了，全部伺候的活都扔给亲家母做。当时做儿媳的也没有怨言，因为按照他们那边的风俗，女人生娃就是要娘家人操持的。可是亲家母家里也有2个儿子要她操心，所以帮忙把孩子带到周岁，她就回自己家去了。而这时候陆大妈的儿子儿媳又要忙着工作，也没办法脱身带娃，于是就想要陆大妈去帮忙带娃。可陆大妈却直接拒绝了。那时候的陆大妈已经十分适应一个人的生活，每天吃喝玩乐，不用操心，不用发愁，并且她还想找个老伴再婚。所以那段时候，陆大妈每天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是在相亲的路上，就是在相亲过程中。所以她哪里会愿意放弃这么好的生活，去儿子家做个家庭保姆。陆大妈心里也一直觉得自己过去辛苦工作了那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才不想再去为儿子儿媳操心了。于是陆大妈就这样回绝了儿子。不过陆大妈也并非这么无情，看见儿子儿媳确实有点为难，就提出愿意拿出3000元出来，给他们找个白天保姆帮忙带娃。做儿子觉得挺可以的，可是做儿媳的就不愿意。儿媳觉得请个陌生人来带小孩，让人不放心，网上都爆出很多黑心保姆，对小孩又打又骂的。儿媳生怕遇到这样的保姆让小孩受罪，所以儿媳就跟陆大妈说：妈，我们不要你的钱，如果要请保姆，我们自己也拿得出钱来。可问题是现在的保姆让人放心不下呀，所以还是请您来带带孩子吧，反正时间也不长，等孩子上了幼儿园，你就可以放手的。
陆大妈觉得儿媳很刁难，请保姆的人那么多，也不见得家家都出事，你就是太敏感了。再说了，我还在交了很多钱去学跳舞呢，这样不去跳，那就太浪费了。眼看陆大妈这么多借口，做儿媳就不高兴了，把陆大妈对了一遍，就没见过你这样做奶奶的，养胎和坐月子不来帮忙就算了，如今为了学跳舞，孩子也不来带，真不知道你的学跳舞比亲孙子有多重要。最后陆大妈看到儿媳这样目无尊长，也很生气，扔下一句，反正我这个奶奶做得很到位，舍得花钱给孙子找保姆，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就这样，毕竟帮子女带娃又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做儿子的看到陆大妈这样毫不关心孩子的事，也十分反感，一气之下也说了很绝情的话，妈，你要是这样的话，那等你老了，我是不是也可以不管你？陆大妈很自信地说，我从来就没指望过你，而且我退休到现在也靠过你什么？你也没给过我什么，也照样过得很好。陆大妈的话着实让儿子很伤心，但也没有继续争论下去，亲妈给的保姆钱他也没要，然后转身就自己掏钱请了保姆来带娃。可是请了不好的保姆，带小孩不到半年就搞得小孩哪都是病，这让小两口十分伤心，最终辞掉保姆，让娘家大姨来帮忙带娃。虽然请亲戚带娃，把孩子带得很好，但他们小两口对陆大妈的怨恨却一天天在增加。尤其是看到陆大妈不顾他们的意见，一味去追求再婚，找了个老男人回家同居，吃喝穿用都是花去世老爹的钱，他们更是生气，但也不想家丑外扬，就一直隐忍着。为了不想起冲突，他们干脆过年过节都不回家，而是跟媳妇回娘家去。而陆大妈对于儿子儿媳的态度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们爱回不回，反正自己有了男人陪伴，生活也很滋润，有儿子没儿子在也照样过，甚至觉得儿子一家不来打扰他，反而是一种难得的清静。就这样，陆大妈一直活得很自私，只顾自己的欲望，而不懂得经营亲情，最终在12年后的今天，她就自食恶果了。陆大妈在退休后的12年里，谈了好几个男友，搭伙的3个，但都没有一个走到最后，相处最长的也就3年多。去年年初，陆大妈不幸摔伤，而且摔倒了腰骨，做了大型手术。可手术很成功，却落下了病根，腿脚经常无力，也抬不了重物，时常还直不起腰，间接地成为了一个很难自理的老人。而和他搭伙快4年的老伴，看见陆大妈变成这样后，也散伙走人了。身边没了男人依靠，又一身病痛折磨，陆大妈过得十分凄惨。这时候他就想到儿子儿媳，希望能寻求他们的照顾。当时儿媳为了照顾小孩读书，选择辞工开店做生意，时间上也是十分宽松的。可是听到陆大妈要来家里同住，并且要她来伺候，她立马表示不愿意。对于婆婆过去情愿学跳舞找男人，也不愿来帮忙带小孩的事，她还是怀恨在心的。所以就算她有时间有能力照顾，也不想照顾陆大妈。而陆大妈看到儿媳这样，也很生气，觉得儿子儿媳有赡养自己的义务，不能这样拒绝，于是就不停地指责儿子儿媳，还曾躺在儿子家门口来逼迫儿子儿媳伺候他。这也着实让儿子儿媳十分难堪，在外人眼里也丢尽了脸面，很多不知情的人都觉得他们是不孝子。不过儿媳也是个死倔头，就是不让陆大妈进门，最后闹到居委会来调解。但是做儿子儿媳的一致表态，不愿接陆大妈到家里住，但可以花钱请保姆回老家伺候陆大妈。没办法，闹来闹去也闹不过，
最终陆大妈选择要儿子请保姆伺候她。请保姆伺候的生活后，儿子儿媳就彻底不管他了，每个月只管给保姆费，再也不回去看望。陆大妈生病了，做儿子的也全交给保姆去打理，花了多少钱就直接转账过去。而面对这样没子女管束的老人，做保姆的也不会尽心尽力的照顾，时常也就会对陆大妈很不好。可陆大妈也没办法治理保姆，每次打电话跟儿子投诉保姆的不好，可儿子却直接叫他自己安分点。陆大妈最终也没办法，只能默默忍受这种生活，每天依靠着保姆，保姆想怎样伺候就怎么伺候，她也不好有什么意见，因为意见多了还会遭受保姆不好的报复。每次病痛发作又受到保姆不友好的对待时，陆大妈就会感到十分痛苦和后悔。她很后悔当初就不该为了贪玩和私心而拒绝帮儿子带娃，也很后悔没有在健康的时候好好经营亲情，搞得现在老了病了，得不到儿子儿媳的关系和孝顺，只能苦苦煎熬着。结语：虽然说老人没有帮忙带孙子的义务，但是却有带孙子的情分和一丝不可割舍的责任。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没办法带孩子的，我们作为老人就有责任帮他们带好孩子，替他们分担点压力。而且这样帮子女，也是为现在的自己积攒感情，为未来老去的自己积攒孝顺。所以老人退休后闲下来了，就要尽力帮一帮子女，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心而寒了子女的心。72岁老人的真心话：年轻时做错这2件事的人，晚年下场都会很凄凉。怎样的老人晚年会活得凄凉？一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无儿无女又疾病缠身的老人，老了就会活得很凄凉。看样子的确是这样，老了没有儿女，身体又不好，那确实不好过。但是除了这种情况，有些有儿有女的老人，不管身体如何，老了也一样会活得凄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当今有儿有女的老人还会过得不好吗？其实很多老人晚年的境遇，大部分都是年轻时种下的因果造成的。尤其是对于有儿有女的老人来说，他们老了会活得凄凉，大多数就是年轻时做错一些事，最终影响了自己的晚年。来自张奶奶的倾诉。大家好，我是张奶奶，今年72岁，一名来自农村的老妇人。周围人都习惯叫我张老太，因为我家的条件在村里挺好的，子孙后辈也多。我的老伴以前是果农大户，挣了不少钱，早早在村里盖起了小洋楼。虽然我嫁过来的时候受环境原因吃了点苦，但是后来老伴搞起了果农，我们家就开始走向富裕了。我记得我42岁开始就没有下地拿过锄头，而是一直在家操持，伺候老人和孩子，早早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家庭主妇生活。老伴给予了我好生活，我也为他生育了2个儿子。在我们那女多男少的村里，双个儿子是十分少有的，所以5年抱2，还都是儿子，也让我备受村里人羡慕。老早就说我享福不尽了，老了也不愁没人养老。按照过去老一辈人的晚年，家里有2个儿子以上的，大多都过得很幸福。就像我公公婆婆有3个儿子1个女儿，老了虽然住在我们这边，但是其他小叔子小姑子都会格外孝顺他们，老人有啥事都会第一时间赶到面前。公婆在晚年之际也是真享受到了福气，所以我也认为自己的晚年会像公婆那样过得很幸福，毕竟我也有2个儿子。在我53岁那年，我的老伴不幸去世，却打乱了整个家庭生活的安稳。不过老伴虽然英年早逝，但也还是为我们母子3人
留下了一笔家产，几十亩的果园和10来万元的存款，这些财富也足以让我们过得吃喝不愁。可是老伴去世后，我做错了2件事，把自己的晚年搞得一地凄凉。第一件事，对待2个儿子没有一碗水端平。大儿子先结婚，找的是城里的儿媳，女方结婚条件很苛刻，张口就要城里有房。为了大儿子成家，我就拿出老伴留下的果园给转卖了，卖了30多万，花20多万一次性给大儿子在城里买了套房子，然后剩下10万左右，加上我手里的10来万，正好凑够20多万，打算给小儿子结婚买房用的。谁知给大儿子买了房后，又被大儿子抓去带娃，一带就是5年。这5年里，我没有收入，儿子也没给过我什么钱，甚至他们家要买什么，小孩要花什么钱，还会找我要。那时候，儿子买车叫我赞助了4万，小孩5年里大大小小的费用我也出了好几万，最后为小儿子留的20来万，只剩10来万。带娃的第5年，我又生病了一场，花了不少钱。后来小儿子结婚了，我就拿不出什么钱给他买房子，但我觉得家里有独栋的小洋楼，就想把这房子给小儿子住，这样一来对小儿子也算是公平，而我也留住了个儿子在身边。但是我的小儿媳却不高兴了，说农村的房子他们才不要，非要我们在城里买套房子，甚至还要给小儿子配辆车。当时的房价也高了，手里为数不多的钱根本买不到房子，所以那时候的我真的很难办，想跟大儿子借点，可大儿子有钱却不愿给我。最后老二2口子因为没钱买房的事，就对我意见很大，觉得我太偏心，给大儿子买了房又买了车，最后还一直在大儿子家出钱出力带娃，对他们却1分钱都不出。老二的话让我心里很难受，虽然他们当时说的很难听，也很气人，但却都是一种事实。我没有一碗水端平，这些年给予大儿子的资助真的过多了。可是即使我怎么去弥补小儿子儿媳，但他们对我却还是不肯原谅。小儿媳还曾对我放过狠话，你什么都给大哥，那么老了你就找他养吧，别来指望我们，你也指望不上。儿媳的话很伤人，却让我无言以对，因为我真的有错。第2件事，没有守住老本。老二可能真指望不上了，那么我余生的希望就得放在老大身上。于是我就很努力地伺候老大一家，很用心地去经营好这亲情。儿子家有什么所需，我都会掏出老本去满足他们，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儿子儿媳的孝心，让我老了可以得到他们赡养，让我可以不被嫌弃。可是不管我做得怎么好，出了多少钱，和大儿媳却相容不了。大儿子怕老婆，在这个家，大儿媳是最大的，全家上下都要听她的，所以我就活得很没地位。经常会被大儿媳吆五喝六，做什么事情都会被她指指点点，也经常受到她的不满，好像天生宿敌一样。除了家里来人，她会表现的对我孝顺点，其他时候对我都没有多少好脸色。有一天老家亲戚来找我，我就让已经9岁的大孙子去帮我开门，谁知小孩贪玩，开了门就跑出去找朋友玩了。我接待亲戚唠嗑一下午也没注意，等到儿媳下班回来问我孩子去哪了，这时我才想到一下午都没见到孩子，于是就到处找啊找，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差点还报警了。结果大孙子在别人家里吃了饭，自己回来了。孩子回来了，可儿媳还对我一肚子气，责怪我不会带娃，只顾着跟别人唠嗑，不看着孩子，还说如果万一孩子丢了或出了什么事，我就是罪人。当时的我
已经受够了儿媳这种咄咄逼人又目无尊长的态度，我直接吼了回去：孩子都多大了，我看得住吗？再说了，我这些年出钱出力给你带娃，给你打理家务，让你下班回来啥都不用做，就张嘴吃饭，你感恩我，反而还这般责骂我，你想过我的感受吗？我以为大儿媳会有所触动，谁知转身就很小声地说：老人老了伺候儿女，帮忙带娃不应该吗？你觉得辛苦，可以不管啊，回自己老家去，我们又没强迫你。儿媳的话让我很伤心，当初我卖果园给他们夫妻俩买房，后面又帮着买车，帮着带娃，如今出钱出力却不讨好了。那晚我在被窝里哭了一宿没睡，感觉自己过得好苦。过了2年，大孙子上了6年级了，大儿媳就把孩子送去亲家那边读书，说是亲家那里有进入重点中学的资源，可以让孙子更容易读到好的初中。其实我觉得大儿媳就是不想让我带了，因为我没钱了，他们要不到钱，我什么都得跟他们要钱，所以就想着让我回老家去。孙子一走，儿媳就和我越来越多矛盾，我实在受不了，就选择回了老家。69岁回到老家，我本以为自己可以过得很自在，谁知人老了不经摔，一次下雨出门时摔倒后，竟然把我的左腿摔折了，得再休养几个月。那时候的我什么都需要人照顾，但身边却没有一个人。大儿子要工作，刚受伤时大儿媳照顾过我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走了，说我2个儿子不应该他一个人来伺候，就非要叫老两家也派人来。小儿子是要来伺候我的，但被小儿媳制止了。小儿媳始终对我有怨气，怪我当初没出钱买房，更没帮他们带娃，所以他们只来看望了我一会，留下一些钱，要我找嫁到附近的娘家妹妹过来伺候一下。娘家妹妹也一把年纪，只能给我做饭，搞卫生，其他也帮不到我什么。很多事情都还得让我自己拄着拐杖，忍着疼痛去完成。很多人都夸我的2个儿子如何出息，我如何享福。可那时候的我却觉得这样的晚年生活好凄凉，有儿子等于没儿子一样，老了还得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更可悲的是，手里还没什么钱，每个月除了一点点的养老保，其他钱还得伸手向儿子要。说什么养儿防老，其实人老，亲儿子真的不如贴身钱。现在的我很后悔，后悔年轻时1点的时候没有对2个儿子做到一碗水端平，也很后悔把仅剩的老本都贴在大儿子身上，落到晚年凄凉的境遇，也只能说是因果报应吧。所以劝告老年人，如果家里有2个孩子以上的，不管做什么都要一碗水端平。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要么所有孩子都均等帮一把，要么就一个都不帮，各自安好，这样才不会有不公平，才不会有比较。还有人老了，手里的老本不要再花在子女身上了，子女生活再不济，人家还是年轻人，有自己挣钱的能力，而我们老了，尤其是没有退休金的老人，手里仅存的老本或许就是余生最后的钱了。所以千万不要给子女花了，留着给自己养老，才能让自己需要花钱时不用低头跟子女伸手要。当您沉浸在这些故事中，愿他们激发您的思考，也能传递温暖给他人，不求回报。感恩您一路相伴，期待您的点赞与分享。有不到之处，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愿我们一同积累福报，走向更加健康、更幸福的生活之路。